2023年深圳国际邀请赛男子组决赛是由红方特级大师许国义对阵黑方象棋东协黄珠峰。开局选择对兵局，红方飞象，黑方跳马。红方选择拐角马，黑方也选择象3进5。此时红方选择象位车，准备要兵3进1。黑方抢先上马，红方进炮一打，黑方就回马踩炮，这里把炮缩回来，留出炮花的位置，将来伺机有马4进2的可能。黑方此时选择横车，红方跳马，黑方先弃掉自己的3卒，然后再选择马7进6。此时如果再选择进炮打，意义就不大了，因为黑方可以居9平6，顺势把马保住，红方不宜轻易交换，所以这样下没有太大意义。红方就选择兵3进1。双方简单换掉之后，黑方平车捉兵，准备消灭红方过河兵。这里红方选择冲下去，意思是说，如果你吃我的兵，我可以上外马踩车抢先。黑方先不着急，走一个马2进4，主要是给自己的2路炮生根，将来你上外马如果对调，我可以用马来吃。实战当中红方平车顶，那黑方自然是吃兵，要求对吃红方的马。红方跃马踩车，黑方就抬一步给马生根。此时可以看出，红方炮打，黑方就可以用马将炮给吃掉，阵型显得很协调，留住自己的8路炮，将来可以平炮打车。那红方赶快进马踩，否则对方平炮打车，把黑方的马给赶回去，再选择进车塞住象眼，将来富有平炮打马的手段。黑方走一个象位车霸王，红方选择平炮打，黑方就扔底炮，将红方的炮给吸住。此时许国义选择横车，威胁要平车捉炮。黑方此时如果选择平车捉，那么红方平车一抓，再一抓，然后用4路车再去抓炮。黑方的炮一旦被消灭，3路炮打着黑方的马，红方就占优了，显然这样黑方要吃亏。所以在这个局面下，黑方是选择抬车腰对好棋，不让红方的4路车参与到捉炮当中。红方的车也没有好位置，只能选择接受，再选择平车抓，黑方就躲开。此时进车吃马，黄珠峰非常凶，选择马2进3。假设红方把马给吃了，那黑方这个马跳上来很厉害，现在挂角要杀棋，你又不能补士，你补士呢，人家一卧槽就要杀棋了，所以只能选择回马。黑方卧槽之后，红方虽然多子，但是受攻，这个棋呢可能是得不偿失，实战当中不好把握。所以这个局面下，红方许国义没有敢去吃对方的马，而是飞象，先把对方的3路马给顶住。那黑方顺势平车给马生根，红方补一个，黑方卒5进1，伺机将来可以马7进5跳上去。红方此时选择上帅，利用自己的3路炮瞄住黑方。黑方现在平车捉马，闪击摆脱。红方不愿意简单交换，先跳上去，这样黑方一将，再把7路马逃走。双方下的非常精准，也是非常的得当。走到这里，红方先捞实惠，黑方补时固防，再选择退车。黄珠峰简单对调之后，双方进入马炮残局的争夺。红方看起来有一个中兵，但是呢自己的炮被给牵住，双方基本上也是一个各有千秋。走到这里，黑方回马准备要上马踩兵，红方强行上帅，摆脱对方底炮的牵制。当你上马踩我的兵，我就进炮把边兵守住，这条线呢死死防住，不让你的马入侵。黑方顺势打掉一士，双方各有所得。红方舔一下，再选择跳马，黑方果断退炮，要求交换。这个棋如果红方想和，直接换掉也无妨，大概率会是一盘和棋。但许国义呢选择进马叫杀，再选择进炮，显然 B 队是准备想强杀对手，毕竟红方多一个中兵，但黑方多一个士，在左翼也有很强的骚扰。现在平炮之后，伏有马2进3叫将打中兵，红方先躲，那黑方还是进马准备要打中兵还带将，红方只能是回马保住。黑方在阳象一扛，双方下的非常细腻。黑方选择退炮，
当你上马，我就选择补一补；你退炮打马，我就跳进来。这里呢，红方的9路边兵已经无法防守，索性放弃，选择兵5进1。那么你一吃，我就躲一躲；你跳进来，我再补一个士，阵型呢也是相当稳固。行棋至此，黑方物质上还是稍占便宜，但是红方的中兵随时要冲过去，双方依然是平分秋色，各有千秋。黑方选择回马，红方就退炮，再仰角士，然后平炮瞄住，下步棋浮有要兵5进1。黑方赶快回马，许国义兵5进1冲上去，再兵5平6，准备继续往下冲。黑方此时跳开，然后再冲上来咬住红方的仰角士，红方躲开，黑方就炮2平4。两位高手下得很严谨，尤其是黑方这里呢，马7进5，别马之后威胁炮打兵，红方只能马3退5去防，黑方再往前冲锋，然后选择仰角士一扛，形成当前局面黑方略有反先之势。此时仰角士，黑方为什么不选择炮4平5呢？实际上平炮啊也是可行的，但是红方会可以踩士叫将，然后回马强行顶住。此时黑方如果踩兵，红方一吃，黑方一吃，双方交换完之后，红方出一个老帅。虽然看起来黑方是多一个卒，但是红方将来可以平炮打掉黑方的边卒，也不好保留，亦或者炮6平4打士，双方差不多还是个2分。黑方可能对这个局面啊不是很满意，所以呢还是没有选择炮4平5，选择下士非常稳健，不让你红方破我的士。那走到这儿呢，红方就摆中炮，然后再选择平炮打马。黑方跳进来，红方炮4平1瞄住黑方边卒，这里你将军，我就选择冲。黑方的9路边卒也防不住了，那就吃掉。哎，你一冲我也冲，你一吃象，红方的象呢被捉死了，这个棋呢就选择放弃。我估计许国义特大呀，走到这儿呢也没什么耐心了，准备发动总攻，象也不要了，就横兵啊，你平炮破象，我就继续往下冲。应该说下到这里啊，红方气象已经表现出孤注一掷。那这个时候冷静一点，还是先选择回马啊比较理想，形成连环的联防，将来平炮叫将等等。那这个兵呢先咬住仰角士再说。此时许国义选择急冲下去，这个棋呢有点用力过猛，黑方进炮一打取得明显优势。此时如果再回马，黑方横卒，这个棋呢对杀当中黑方占优，所以红方呢没有选择回马，既然选择了进攻，就孤注一掷，马4进3，这里平炮要杀，黑方只能防守。那红方呢要躲一躲防一防，这个马不敢轻易往上跳，否则被对方把士一踩，立刻要威胁绝杀，所以选择回马看士。黑方顺势打兵，还浮有平炮叫将。那红方此时啊其实已经非常危险，就先平炮一将，再选择躲士。黑方平炮叫杀，红方只能被动防守。黑方回马又踩象，还是抢先，红方只能继续防。黑方横卒，此时许国义啊局面已经非常不乐观，但他没有放弃，选择先平炮过来，准备从侧翼再寻求攻势。黑方平炮一拦，红方炮2平4塞象眼，隐隐着威胁着对方的中象，但是你现在不敢吃。黑方冲卒，如果你踩象，黑方可以平炮一将把马给抽掉，所以红方想踩象先出老帅，现在威胁踩象，黑方就简单躲一躲，退炮守住。这里呢红方落士，准备把拐角马跳出，黑方实战冲卒，红方就跳马，黑方进马压住，红方平炮先瞄，浮有马3退4踩炮叫杀的棋。那黑方的炮先躲一躲，同时浮有炮8平6。两位高手啊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下的还是质量很高。红方选择阳象先顶住，挡住你的炮，黑方横卒捉马，再选择回马控盘。行棋至此，黄珠峰基本上已经控盘，不出大的意外，黑方是要取胜。因为红方士象已残，小卒呢比红方的兵要威胁更大。此时许国义没有放弃，平炮继续塞象眼，准备踩你中象。黑方躲一躲，红方再平炮过来，不断的去骚扰黑方。
黑方回马踩象，红方回马保住，这里飞象，退炮打马，再回马，黑方跃马上来，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运子，准备大决战。红方进炮，准备要横兵进来，黑方退回，这样呢，选择马二进一。现在红方所有的子力全部奔向前线，没有任何子力防守，准备做最后的孤注一掷。黑方此时选择平炮，几乎锁定胜利，因为红方的防线显然更加的支离破碎。但红方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先横兵一将，再选择跳马，看看黑方会不会犯错。就在此时，黄竹锋进炮一将，行棋至此非常关键。实际上黑方只要走一步马四进三，即刻形成绝杀。现在选择马三进四就是马炮的杀棋，那无论红方的老帅怎么去躲，比如说选择上去，黑方简单卒五进一，即形成连将绝杀，黑方胜。但非常可惜，实战当中黄竹锋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卒五进一，这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也是人的第一感觉。但这步棋恰恰是一步坏棋，给了红方翻盘的机会，也险些葬送了自己。此时许国义选择下底炮，这是一步叫杀，你现在再选择进马就来不及了，因为红方可以抢先挂角成杀。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红方已经抢得先机，由于黑方卒五进一错过一步棋，现在只能被动防守。这里红方进马一将，选择权留给了红方许国义。此时许国义只要走出跃马叫杀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红方依然是快一步棋，黑方一步不是杀，红方下步棋马四进二就是绝杀无解。那么黑方如果想解杀，唯有退马，无论是马退五或者是马退六，效果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马退六会怎么样。那么此时红方有一个回马叫将，再选择兵吃中式的惊天妙手，可以逆转局势。现在杀住黑方，我依然准备要马二进三杀棋，请问黑方怎么办？唯有吃掉，你不吃，我马二进三，你根本无法防守。那么当你一吃，红方马四进五，把士一吃，下步棋要马五进三，形成绝杀。黑方的老将进去，我依然跳上去，形成马炮的杀棋。也就是说，现在依靠单独的老将已经无法防守，黑方还是没有一步成杀的棋，那只能被动防守，唯有回马能够防一下。那么红方简单踩马一将，你不能选择进将，否则我马二进三又是马后炮，你只能上来，再选择马三退五。此时如果选择下将，那么红方进马一将，再选择跳马，这里形成绝杀。下步棋马七进六，黑方眼看着被绝杀，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不能选择下将。那此时如果选择进将，红方选择跳马一将，再选择马二进四，下步棋眼看着炮二退一，形成马炮绝杀，黑方总是慢一步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局面下，红方只要走出马六进四，就可以笑纳黑方的失误，逆转夺胜。但非常可惜，此时许国义走错一步，选择炮二退三，结果再次逆转，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对方。看起来退炮也是叫杀，但是黑方扬士之后，红方就没有后续手段了。此时许国义选择回马，准备跳马杀棋，但黑方回马一别，化解了红方所有的攻势，一切全是徒劳。此时选择平炮将，再回马将，再踩象叫杀，只能是爽一爽而已，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杀棋。黑方再上老将，那此时你再将，黄竹锋直接釜底抽薪，选择老将上天，御驾亲征。笑到这儿啊，许国义特大已经陷入绝望，没有办法，选择平炮吓唬吓唬对方。但黄大师呢，早已识破你红方没有足够的杀棋，此时选择前马进四，锁定胜利。如果此时红方选择进炮将，黑方回马一顶，你打马我这边杀棋，你退马将我就下将，红方彻底失去所有攻势，黑方胜。此时如果选择回马防守，根本防不住，黑方选择进马一将，绝杀，
无解。凭借这盘精彩的胜利，东协黄珠峰是战胜了许国义，取得了2023年深圳杯国际邀请赛男子组的冠军。